刚刚呢从美国旅游回来，我不吹，我也不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话憋在心里太难受了，我要实事求是的说，让你们看看美国不一样的地方，千万不要再相信网上所描述的了。不知道那些移民呢，或者别的途径去美国的，坐船去美国的人，他为什么要在网上把美国美化的那么好，把你吸引过去，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？真的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如果你在国内混得很不错，有固定工资，交了社保，还有养老金，千万不要去美国。如果你在国内很牛，在美国可能你真的啥也不是，连最底层的洗碗都轮不到你。因为在美国那边的阶层意识特别强。我现在是在武汉的街头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绿树成荫，高楼大厦林立。在美国马路都是破的，那个地下下水管道里面还有那种咕噜咕噜、呱啦呱啦的流水声，看的人呢真的是很头疼，生怕踩空就掉下去了。为什么夜晚不敢出门？并不是说治安不好，是因为他们路啊、马路啊、下水管道啊都有可能是破的，井盖不会被人偷啊，但是呢，井盖有可能会是破的，所以就掉下去。再包括美国那边的一个罚款特别严重，像美国那边的树啊、草啊都是私有化的，都有人去管的。如果说这个树属于你的，你没有把这个草啊把它修了，比如说你家里有大院子，没有把这个树啊、草啊把它修了，那很有可能会被直接罚款。如果被邻居说影响市容市貌了，那直接罚款从你的个人的储蓄账户里面划走，不需要经过你同意，也不需要输密码。当然你也可以去申诉，当然大概率是失败的，因为你确实是构成了这一方面的。美国的法律虽然是很完善，但是的话也太苛刻了。美国呢，说实话真的没有像武汉这么多高楼大厦。走在美国的街头，除了我去过的华盛顿，然后还有纽约、洛杉矶这几个城市里面稍微有那么几栋高楼，其他地方真的像那种农村一样的，而且那个房子都是木质结构的，很容易起火。因为美国的城市建设比较早，所以呢，它的房子年久失修，马路呢上面都是那种坑坑洼洼的。除了那个市中心的路啊比较干净整洁卫生，其他地方呢经常有那种流浪汉。流浪汉跟老鼠一起睡觉，流浪汉无所谓的。而且在美国那边呢，他那边的金融非常发达，主要是他们会提前消费吧，像什么万事通啊、信用卡呀、花呗啊，都是从美国流行过来的，导致呢我们国人呢也负债累累。你说我们负债累累，那我告诉你，美国人负债累累更严重，他们不热衷于买房，所以呢，在美国的像这种写字楼啊、小区啊这种高楼大厦是最不值钱的，可以在美国来说是贫民窟。反而那些农村的房子啊，自建房、别墅才是富人真正的选择的地方。一般像那种医生啊、建筑师啊，包括那些还有那种就是法官啊、律师啊，那种高端的职业、有文化的一些职业，教师啊这一块博士啊这种，才到他们那边住那种别墅的房子。反而是那些打工的底层的人才会选择这种小区房。所以这就是文化差异嘛。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我们去。说实话，如果你的语言不行的话，在美国那里，你连那种麦当劳、肯德基你都进不去，因为他们那边呢招人的话，优先选择本地人录用，其他人只能去像街边的小旮旯里面的那种华人的餐馆、中餐馆、足浴啊、美甲呀，或者是那种 KTV 里面，你只能在那里面工作。你会炒2个土豆丝，在那边呢工资都还挺高的，但是呢税收很高吧，他们有月税、季税还有年度税。如果你偷税漏税的话，很有可能会罚到你倾家荡产，甚至呢，真的就是入不敷出了，很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，一觉回到解放前，甚至直接变为流浪汉。我说的并不是吓唬你，你不信可以去试一试。那么多人去美国之后，真的赚到钱了吗？那边赚的是美元，花的也是美元，所以不信你们就看一看吧，不信等着瞧。